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国富论首次出版于1776年，正值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际。这本书不仅为当时的社会变革提供了理论支持，更为后世的经济学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过对劳动分工、市场机制、资本积累等核心概念的系统阐述，私密揭示了财富创造的真正源泉，并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概念，解释了市场如何在无形中调节经济活动。阅读《国富论》，你将获得对经济运作的深刻理解，洞悉财富积累的奥秘，并学会如何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明智的决策。无论你是企业家、投资者还是普通消费者，这本书都将为你提供宝贵的见解和实用的指导。在开始深入探讨《国富论》的核心理念之前，让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这个问题困扰了无数经济学家和政治领袖，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给出了他的答案。斯密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关于制针厂的故事。在一个小型制针厂里，如果每个工人独立完成整个制针过程，一天可能只能生产出几根针。然而，通过劳动分工，将制针过程分解为多个步骤，每个工人专门负责一个步骤，工厂的日产量可以提高到数千根针。这个简单的例子揭示了劳动分工的巨大威力，也为我们理解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关键视角。第一部分，劳动分工，财富创造的基石。劳动分工是国富论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通过将复杂的生产过程分解为多个简单的步骤，每个工人可以专注于特定的技能，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心理学原理：人类在重复和专注的任务中能够获得更高的效率和技能水平。当人们专注于特定的任务时，他们可以更快地掌握相关技能，并减少因任务转换而浪费的时间和精力。在现代企业中，劳动分工的应用随处可见。例如，在汽车制造业中，生产线上的每个工人负责特定的装配任务，从而确保了高效的生产流程和高质量的产品。对于个人而言，专注于特定领域并不断提升专业技能，也能带来更高的职业成就和收入水平。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这个观点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部分，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是经济学中最著名的概念之一。他描述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自发调节作用。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在无形中促进了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看不见的手背后的逻辑是，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考虑他人的需求和市场的供求关系。这种自利行为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最终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和个人通过价格信号来调整自己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例如，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会吸引更多的生产者进入市场，从而增加供给并平抑价格。这种自发的调节机制确保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市场的稳定运行。斯密在书中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市场机制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第三部分，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的动力。资本积累是斯密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资本积累通过增加生产性劳动和提高劳动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资本积累的逻辑在于，储蓄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通过储蓄，个人和企业可以将资源用于投资，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持续的资本积累过程，推动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在现代经济中，资本积累表现为投资于新技术、新设备和新基础设施。例如，企业通过投资研发和技术创新，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对于国家而言，资本积累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关键途径。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有一种资本用来生产其他物品，这种资本称为生产性资本。这句话强调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自由贸易，全球繁荣的引擎。斯密是自由贸易的坚定倡导者。他认为，自由贸易通过促进国际分工和专业化，提高了全球的生产效率和福利水平。自由贸易的逻辑在于，各国在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上具有比较优势。通过自由贸易，各国可以专注于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产品，并通过交换获得其他所需的产品。这种国际分工和专业化过程，提高了全球的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在全球化时代，自由贸易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互利共赢。例如，中国通过参与全球贸易成为了世界工厂，
而发达国家则通过进口廉价商品，降低了生活成本并提高了生活质量。自由贸易还促进了技术转移和文化交流，推动了全球的共同繁荣。施密在书中指出，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力的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这句话简洁地说明了自由贸易的优势。通过以上对国富论核心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施密的思想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劳动分工、市场机制、资本积累和自由贸易，这些概念共同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石，为我们理解经济现象和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框架。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财富创造的奥秘，掌握经济运作的规律，那么《国富论》无疑是一本必读的经典之作。我强烈建议你花时间认真阅读这本书，并将其中的理念应用到你的生活和工作中。相信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反思，你将能够更好地理解经济现象，并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明智的决策。记住，财富的积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对经济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持续的努力。正如施密所言，我们不能期待从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中获得我们的晚餐，而是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中获得。让我们以施密为榜样，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并通过智慧和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和幸福。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施密的思想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可以从国富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激发你对经济学的兴趣，并激励你深入探索财富创造的奥秘。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你们在阅读国富论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新的启示和收获。让我们一起用智慧和行动，创造一个更加繁荣和美好的未来。